大家好，欢迎收看这期的公子视频。最近美国华尔街一个大佬，就是桥水基金的创办人，他就在前几天发表了一篇文章，警告中国可能要崩溃。我过去节目讲中国走向崩溃，这只是我的一家之言，对吧？但是我给出了很多我的理由，拿出了很多的证据和数据。但是现在不光我一个人这么说，很多的哪怕是看好中国的那些曾经的大佬们，也都开始纷纷的反水了。这个达利奥就是一个非常典型的案例。达利奥他领导的桥水基金是全球最大的对冲基金之一，他也是全球100大富豪之一。他是最早90年代就进入中国市场了，跟中国之前的党政高官关系非常密切，而且他一直看好中国，并且在媒体上公开场合不惜余力的去夸奖中国。哪怕在疫情之后，他甚至还说中国经济要反弹，中国有大量的机会。但是就是这样一个吹中国的，充当杨五毛大外宣的作用的这样的一个华尔街大佬，居然也开始警告中国，如果不按照他说的这么做的话，就要完蛋。他怎么说的呢？我们可以看一下。他说中国现在急需进行债务重组，进行去杠杆化的动作。他说如果不去杠杆化来减轻债务负担的话，那么中国经济基本上就没有出路了。他说中国在90年代末的时候就曾经进行过大规模的国企改革，剥离坏账来处理一些债务问题，这是过去朱镕基的做法。然后他说现在到了最关键的时候还要这么做，而且规模力度只会比90年代更大。当然他后面没有说一句话，就是如果不这么做，做不到的话会发生什么。那可想而知，这个债务积累最终就是什么？就是泡沫爆掉，就是整个国家破产。他特别讲到中国，实际上他是最近出版了一本书，就是关于债务问题的。那么他把中国作为一个非常明显和有力的证据来证明现在债务的问题。那么特别是他说债务违约或者重组可能会有利于减轻债务负担，但是具有一定的通缩性。什么意思？你只要这么做，你只要去杠杆，去进行这个债务重组，就有可能导致通缩、经济衰退。但是你不这么做呢，那你继续吹大泡沫，最终的结果只能是大家一起玩完。他现在这个警告是非常恰如其分的，因为中国经济现在就面临着这样的一个窘况，就是他要改革，他就能够救现在的经济，可是这个改革一定是伤筋动骨的。这个债务重组也好，什么去杠杆化也好，它必然是一种体制性的改变。但是你这种体制性或者结构性的改变，它做不到，因为它的政治上边是不能够进行让步的，因为它的政治体制是一党专政，它不能够让步。它一旦让步的话，共产党可能会失去权力，或者是他担忧会造成他失去权力，或者影响到他对全国这种统治的稳定。所以说他做不到系统性结构性改变。那你要做不到这一点的话，那你就做不到达利奥所说的结构性改革，实现债务重组和去杠杆化。所以他就卡了这儿，他没有办法继续改革下去了。当时中基能够改革，他还有改革的空间，但是现在他没有改革空间了。他要改革就要触动既得利益，其实触动既得利益还是小事儿，他触动的是整个中央集权的体制。这共产党能够接受吗？习近平能够愿意吗？所以说达利奥这个文章本身没有任何问题，他出的这本书，他过去写的书也值得一读。就是他每次谈到中国问题的时候都没有触及到核心，就是这个国家的本质是什么。它是一个党国，它不是一个像其他的那种资本主义国家。他引用了很多的案例，历史上的案例全部都是资本主义国家，都没有像中国这样有一个拥有至高无上权力的列宁主义组织、政治组织对全社会的管控，这是中国的特殊之处。所以你把其他的国家发生过的这些经济上的政策上的转变跟中国做对比，实际上是一种误导。所以说他所有谈论的经济上的问题很多是很有见地的，但是没有触及到中国的问题的核心。当然他也不可能谈到中国的政治，第一他可能并不了解，第二就是他就算了解，他所处的位置是让他没有办法说出来的。但是现在我们可以看到，他写了这篇文章提到中国债务危机和解决办法，也可以看得出来他有这个意识，他知道中国必须这么做，可是中国有可能做不到。
其实这也为什么在去年开始，他所领导的桥水基金就已经开始逐渐的出清中国的股份了。我之前说过，他最早进入中国市场，在中国有大量的利益，据说就在去年1个季度，他就减持了在中国拥有超过1400万美元的资产。其实桥水基金一共拥有的资产超过1000亿美元，但是他在中国的投资大概有31家中国企业的 ADR， 其实总计也就只有4.8亿美元，4.8亿占他1200多亿的总资产来讲，真的是少之又少。他这么看好中国的发展，但是却把这么少的资金放在中国的企业身上，这可见他是说一套做一套的。更何况他现在又不断的在减少中国的股份，已经减少1/3了。再加上他最近写的文章和出的书，我们可以看到，作为一个最支持中国、最看好中国的华尔街大佬，他现在的态度是什么？如果他都已经这么华丽的转身了，有这么清晰的态度了，那何况其他的华尔街的大佬们，或者整个美国政商界呢？而且就在这2天，还有一个网络谣言被传出来，有人说高盛集团在中国的办公室，所有人和所有的电子设备都被中国警察带走了，说10辆大巴呼啸而过，颇为壮观。但是凤凰网致电高盛中国北京和上海办事处来求证，他们的工作人员对此进行了辟谣，说没有这回事儿，他们仍然正常经营。我们不知道这个事情是真是假，虽然他们辟谣了啊，但是有2点要注意。第一，就是高盛本身在中国的市场这个铺的面其实是非常小的，他们在北京的注册资本也只有30多亿人民币，其实过去也在不断的减少中国业务。另外就是这条消息能够被造谣出来，或者说有可能是真的，那么现在就已经是风声鹤唳了。特别是在中国投资的这些外资们，不管这是不是谣言，他们其实都越来越难以立足。有这样的消息出来，也正说明现在的这个风向已经开始转变了，真真假假，假假真真。习近平限制民营资本、打压外国资本的动作却是实打实的，是发生在我们眼前的，所有人都看得见。而且他不只是用行政命令的手段，他还用这个立法政策性的手段不管是反垄断法、反间谍法，对吧？甚至香港的国安法，对中国过去的改革开放的路径一定是一个重大的打击和倒退。正是因为大量的外资撤离，不再看好中国，让中国的一些投资人也是这个火冒三丈。被网络媒体誉为私募魔女的一个中国的投资人，他叫李贝，说现在外资是主要的卖出力量，是市场最近下跌的主要原因。他骂外资是一群无头苍蝇，主要起到的是搅屎棍的作用，没有节操。可是问题是，境外资本对中国本来它就是过来投资的，来赚钱的，难道你期望他们有节操？什么是节操？难道让他们也有爱国主义情怀吗？对吧？难道让他们留在中国你就不能走吗？这些是国际游资，哪儿赚钱就去哪儿，哪儿有风险就离开，这不是很正常的事情吗？这才是资本主义运作模式啊！作为一个在中国私募圈摸爬滚打的这样的一个女强人，她居然连这点都不知道吗？或者说她发表这个言论就是欠考虑，就是因为这些外资撤离导致市场下跌，恼羞成怒的一个结果。人家买你的东西，你就说我们中国崛起了，我们太棒了，你们太有眼光了。人家不买你了，你就开始转过头来骂别人，有这样的道理吗？做生意难道不是一个你情我愿吗？更何况还是一个金融投资行业。所以看到他的这种气急败坏，或者说对外资的辱骂，也能够看得出来，现在的形势越来越不利于在中国进行投资，在中国的金融圈也纷纷的受到各种各样的打击。只要我们谈到中国经济，一定是有人在说，你们都预测了几十年了，说中国崩溃说了多少遍了，现在崩溃了吗？其实遇到这样的问题，我觉得回答是非常容易的，就是谁崩溃了谁知道。现在中国有多少人已经崩溃了？不仅是企业崩溃了，甚至是个人都崩溃了。如果大规模的失业率、大规模的下岗、大规模的倒闭不算是崩溃的话，那什么叫做崩溃呢？我之前讲过，中国将长期的处在崩溃的边缘。其实说白了，就是中国已经步入经济衰退，正在一步步走向溃败当中。越来越多人都会感受到社会主义的铁拳和对未来的绝望。好，感谢收看这期的公子视频，欢迎大家点击订阅这个频道。如果大家喜欢这个节目的话，也欢迎大家加入会员来收看会员专属的影片。我们下期节目再见。